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很特别的车子上 W124 300E24V 1992年的分油盘我们今天要来做这颗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因为这部车子它比较特殊的地方，第一个是它是配用M104 24V 的基喷引擎，它跟300 SA R129 的300 SL 是用同一颗引擎，还有呢就是 W124 的300 CE 24V 这颗引擎是同一颗比较特别。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它是4门车，而且它是5档车。那5档车呢，一直如果以宾士来讲，要到94年的3201320才会用这颗722.5的5速变速箱。300 SL R129 的300 SL 也是用这颗5速的5速的722.5的这颗变速箱。因为这部车子呢，它是5速的，而且是4门，加上它是 M104 的 24V 刚好大哥也有一部车子跟它一模一样，颜色也是铁灰色。因为当时据了解，它基喷的末代宾士出来的这些特仕车款，台湾好像在30台以下吧，详细数据我大哥并不清楚，但是大哥很喜欢这部车子，因为它是5速，而且4门对我这个老人家来讲，双门已经没有吸引力了。那 24V 这个引擎的马力有到220，一样是2960cc，跟 M103 的12V 是一样的排气量，但是 M103 一般 W124 的300E 可能是 2.6， 那 W126 的 M103 的300 SEL 呢，它就是2960cc，马力是185，这厂方的数据。如果跟这一颗 M104 的 24V 来基喷引擎来比的话，那么马力就差了220减掉185，就差了30几匹马力，而且是自然进气引擎，它并不是 Turbo 的引擎，所以这个引擎呢，大哥非常喜欢，而且又是5档车有幸，而且这部车主他从新竹来的，跟大哥的是同一批是1992年的7月出厂的挂牌 ，OK 挂牌的。那我们来做一个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如果以这颗引擎它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会在190左右，那一般的 M103 是在170到160。如果出油量，当然因为它马力输出比较大，所以它的马力是由汽油所转换出来的，所以它的出油量一般来讲，我大哥的算下来会比 M103 的多了30%，30%的出油量，所以它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90左右。那160的190差30ml，那大概也在20几%，啦。如果出油量算，马力呢差不多多了将近快30%。时间到。画面上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这颗分油盘严重的供油不足，大油道堵塞了。
第一缸140，第二缸135，第三缸135，第四缸135，第五缸140，第六缸140。厂方的标准应该是170，它的出油量这190跟的出油量，现在的出油量140，差了50ml。也差了，也比正常的都少了20-30%左右，25%应该有了。难怪说这部车子他从新竹坐专车到台北来，因为车主跟我讲说他原先就不好发车子越来越不顺现在我们终于了解，因为他根本供油量带回到堵塞，供油量严重不足。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来做个测试。这颗编号00981的从新竹来的铁灰色 W124 310 24V 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好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40左右。因为它带回到堵塞。所以使得整个6缸的出油量平均都少了190减140等于50ml左右，少了大概有30-40%左右。那我们来看看整修好了以后，那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的要求 ？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个分油盘的出油量，大油门大概在190ml，那 M103的4缸分油盘大概在160到170，出油量就差了30ml左右。它这个分油盘它多出来的出油量就转化成马力，使得它的马力一样是2960cc，它可以产生220匹左右的马力。那 M103的马力呢，就是比如说W126 300SEL， 它大概一样2960cc，都是自然机器引擎，它的马力就大概在185左右。那220减185就差了35匹马力。这是纯粹都是时间到。OK， 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跟厂方的马力的差别35%， 35匹就是因为由这颗4缸分油盘所产生的出油量来转化成马力。那如果把这颗分油盘这么大的出油量，如果装在 M103然后 W126的280 300SEL 的话，那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供油过多、冒黑烟、马力出不来所以说这个是因为12V 跟24V 当时科技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OK， 我们来看它的出油量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85，第四缸185，第五缸188，第六缸190。如果以目视下来的误差，应该也在3%以内了。那已经很接近190ml。这个堵塞整修之后呢，我们这个分油盘应该，因为它没有活动，它没有旋转件在里头运作，所以理论上它整修过之后，如果油箱
不被油箱污染的话，它理论上再运作个20年，应该不会再堵塞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我们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很平均、很标准？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这个出油量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大哥要求这个阶段的出油量一定要达到最低的要求当然是越低越好，怠速是越稳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0981的 W12310 24V 的6缸分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都是210，第5缸215，第6缸218。这次测试下来的成绩算相当优秀，误差在3%以内。那厂方要求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的误差在3%成绩相当优秀。因为这颗是24V 的，马力有220匹，跟 M103 的3000cc 2960cc 的马力185差了35匹，都是 NA 引擎。那我们期待这颗引擎装到车上之后呢，我们来看它的测试表现吧。